好，歡迎收看今天的打破醫美繆斯。張醫師，我們的客人還蠻多都有在詢問說，他去別間診所諮詢的時候，他跟諮詢師說他很在意嘴邊肉，諮詢師跟他講說做口內取脂就可以改善他的嘴邊肉，是真的是這樣嗎？其實做醫美跟整形有一件事非常重要，就是要診斷，所以你必須先診斷你的嘴邊肉是屬於哪一型，依照不同層次產生問題出現的嘴邊肉分成3型，這個是我們臉部的一個深度的圖。一般而言，其實我們的皮膚跟我們的皮下脂肪，我們這個叫做淺層，中間的這一個筋膜層，這個叫做中層，那深層是這個。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我們臉的脂肪層有2層，一個是淺層的皮膚脂肪，一個是深層脂肪墊。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因為有的是淺層的問題，有的是筋膜這一層的問題，有的是深層的問題。所以不管你今天嘴邊肉是哪一種了，你必須針對你的問題去做治療。整治產品對位，劑量精準樹眉，沒效的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好，我們把剛剛那個圖，這個是淺層，好，這個是中間的這一層，這個是深層，我們把它換成臉，就是這樣，這5層。那我們的嘴邊肉就是這一個區域，我們就要去判斷說你的嘴邊肉到底是屬於哪一個層次。所以很多人會覺得說，最在意的嘴邊肉，其實也是最常見的那個嘴邊肉，就是這裡有一坨，一個球狀的。那這一種球狀的嘴邊肉，就是我們第2型的嘴邊肉。它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來自於這個深層的脂肪墊，也就是這兒。好，我們再把那個剛剛那個圖，我們再換一個角度，大家更容易理解。這個叫做嘴邊肉。好，最常見第2型的嘴邊肉就是這裡有一個球狀。簡單講，這種第2型的嘴邊肉，它像是垮掉的嬰兒肥。它的原因呢，就是來自於這一塊。這一塊叫什麼呢？這一塊叫做甲脂墊，它一端呢在我們的太陽穴，端呢原本呢應該在顴骨的下面這個地方。這個甲脂墊它隨着年齡，它會慢慢的往下掉，造成了你的太陽穴凹陷，造成了你這個地方就有一個球狀的這個嘴邊肉，然後因為它掉下來，所以這個地方也會凹，所以這個甲脂墊它下垂導致嘴邊肉，跟嬰兒肥起因都是因為甲脂墊。就有人說，那我們從嘴巴裡面把這個甲脂墊拿掉，就可以改善嘴邊肉。對，你聽起來會覺得這個很合理，因為嬰兒肥的處理的確我們可以借由拿甲脂墊讓這個嘟嘟的嬰兒肥有一個明顯的改善，可是這個方法是不對的。我們要針對你的這個原因去對症治療，所以你應該要做的是把甲脂墊上提，而不是把甲脂墊拿掉。它今天如果是因為過多，你把它拿掉讓它變少，合不合理？合理。如果它今天是因為流失凹陷它過少，你把它填充，合理嗎？這個邏輯很簡單，可是你會發現常常都有一些混淆視聽的一些商業行為出現。他告訴你今天這是因為下垂，所以我要幫你打東西進去讓它上提。其實這是不合理的，因為打東西進去是為了填充，而不是為了上提。一樣，你今天的問題是因為它掉下來了，你應該做的是把它歸回原位，而不是把它拿掉。假設你今天把它用口內取脂的方式拿掉，或者是在這裡面打了消脂針，它最後的結果是那一塊嘴邊肉它變空了，但空的結果它整個是更鬆了，更殘哦，因為用錯方法了。OK， 好，我們接着看，這個是我們的顴骨位置在這個地方，這裡就是我剛剛說的這一塊第2型嘴邊肉，第2球形的這個嘴邊肉。本來你的甲脂墊應該是在這兒，但是呢，它掉下來，掉到這裡來，就導致這裡多了一塊嘴邊肉，而這裡是凹陷。那這個時候正確的處理方式，把剛剛的這塊嘴邊肉，我們把它提回原來的位置，你會發現它嘴邊肉改善了，它的臉頰凹也改善了，那才會恢復你年輕的時候臉型是順的。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邏輯。其實我一直跟大家講，在做醫美或整形的時候，不要被話術迷惑，我們要講的是真正醫療。即使是整形或是美容或是回春，它都要建立在正確的醫療知識上面，因為沒上最貴，想做要找專業。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邊，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歡迎大家把我們的資訊分享給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給大家很多正確的一些概念。好啊，如果你分享給朋友，你跟我們说，我們的小編會在線上把我的一本電子書分享給你哦。那這本書裡面寫了很多的關於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對大家在愛美的過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這裡嘍，拜拜。
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